上回说到，纳美克星一战落下帷幕，悟空击败了号称宇宙第一的弗利萨大魔王，刷新了全宇宙格斗 TOP 排行榜。然而纳美克星终于支撑不住，彻底崩溃爆炸。弗利萨的宇宙飞船故障无法起飞，悟空绝望地发出一声怒吼，随着一声巨响，消失在了茫茫宇宙之中。地球，雅木茶通过剑王连线布马。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悟空打败了弗利萨，坏消息是纳美克星爆炸了，悟空没能逃出险境，被卷入大爆炸之中死了。布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现在他们手里掌握着纳美克星的龙珠，纳美克星龙珠可以同一个人复活好多次，像饺子、克林、悟空都可以复活。剑王拉成了老脸，满脸写着不高兴。一无所知的地球人，饺子的确可以通过纳美克星的龙珠复活，不过龙珠是让死去的人原地复活，悟空和小林会在纳美克星上复活，但是纳美克星已经不在了，他们复活了也无法生存在宇宙里，一样会死。布马将这个坏消息转达给悟饭等人，贝吉塔冷哼一声：“愚蠢的地球人啊，不是有灵魂吗？将他们转移到地球以后再复活不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完全可行，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仔细想想，龙珠其实有很多 bug 可以卡。”悟饭向贝吉塔伸出手来表示感谢，贝吉塔不屑一顾：“我不过是想见识一下卡卡罗特的超级赛亚人而已，况且有一天我一定会打败他。”纳美克星人决定在地球暂住，等龙珠恢复神力就迁到其他星球。这段时间，布马决定将纳美克星人安置在自己家里居住，毕竟这么多外星人随便上街的话，一定会引起骚动的。纳美克星的新任长老表示担忧：“我们这么多人合适吗？”布马告诉他们，自己家里大得很，再接收一群外星流浪汉也没问题。胶囊公司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首富。布马邀请贝吉塔一起住进家里的大别墅，贝吉塔没想到这一住就成了上门女婿，小伙子有前途，起码少奋斗30年。就这样，纳美克星人和贝吉塔快乐地住进了布马的家里，每天就过着打高尔夫、喝下午茶、顿大鱼大肉的腐败日子。很快130天就过去了，龙珠恢复了神力，纳美克星的肌肉神龙再次与大家见面。布马许愿召唤回死去的克林和悟空的灵魂，神龙告知大家，克林的灵魂可以召回，但无法召回悟空的灵魂，因为悟空根本就没有死。众人很吃惊，悟空既然活着，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呢？大家许下第2个愿望，就是将克林复活，愿望顺利实现。第3个愿望就是希望能让悟空回来。神龙试了一下，表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悟空拒绝了回到地球的邀请，他说到时候了，自然就会回来。龟仙人恍然大悟，悟空的老婆太可怕了，宇宙最强的人是超级赛亚人孙悟空的老婆。贝吉塔肚从心起，看来孙悟空正在别的星球修行呢，自己也不能这样在富婆的温柔乡里悠哉下去了。贝吉塔抢了一艘飞船，起航跑去外星修行。大家商量后决定让雅木茶先复活，这样3个愿望就都实现了。神龙化身龙珠消失在空中，纳美克星人在布马家又吃喝玩乐休闲了130天。待龙珠恢复神力后，大家复活了饺子、天津饭。第3个愿望是让纳美克星人迁到其他星球。丹迪暂时告别了悟饭，随纳美克星人一起离开。很快，悟空与弗利萨的决战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然而悟空还是没有返回地球。奇奇与悟饭相依为命，度过了这1年的时间。新的危机正悄然靠近。茫茫宇宙，弗利萨的父亲库尔德王登场。库尔德率领部下在化成灰烬的纳美克星附近发现了被打成残废的弗利萨。库尔德王立即让手下放出救生船回收弗利萨，将弗利萨改造成了半机械的假面骑士。弗利萨复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自己的父亲大军开往地球，去团灭超级赛亚人。这一天，被称为宇宙飞船小偷的贝吉塔返回地球了，刚走出飞船就被布马揪去洗澡。所有人对贝吉塔的归来表现得很平静，好像早就将贝吉塔当成团队的一份子了。就在贝吉塔回到地球的当天，所有的地球战士同时感受到有强大且邪恶的气息正靠近地球。与弗利萨交过手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气息的主人，正是1年多以前应该被悟空消灭的弗利萨。那个家伙生命力这么顽强，居然没有死。更令人恐惧的是，邪恶的气息还不止一股，至少还有一个比弗利萨实力还要强大的邪恶之人，正与弗利萨一起向地球袭来。悟饭、克林等地球战士们在一处荒地汇合，等待弗利萨来袭。
布玛特意跑来观战，如果弗利萨毁灭地球，不管躲到哪里都会死，还不如来看一场痛快的现场直播。这阵容看似强大，可是没有超级赛亚人孙悟空，所有地球战士捆起来也是白给。看来纳美克星的悲剧要再次上演了。来了！短笛大吼一声，众人看向天空，只见一个巨型宇宙飞船从云层中缓缓沉下来。弗利萨和库尔德并没有发现悟饭等人。贝吉塔提醒众人不要飞行，要步行缓慢靠近，避开战斗力侦测器。雅木茶已经吓得浑身发抖，这强大的气息，开玩笑吧？就算靠近又能怎么样？这家伙简直就是怪物，而且还是2个人，根本就束手无策。贝吉塔一针见血地说：“想听实话吗？地球完蛋了。”与此同时，弗利萨通过飞船的探测器发现超级赛亚人孙悟空正向地球赶来，抵达地球大约需要3个小时。弗利萨决定在这3个小时里屠尽所有地球人，以宣泄心中的仇恨。全体出击，把地球人赶尽杀绝！弗利萨一声令下，突然刀光一闪，弗利萨的几名手下还未出去屠杀地球人，就被一个无名少年切成了生鱼片。少年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弗利萨和库尔德愣住了，这是谁的部将？竟然想来消灭我们？你应该不知道我们的背景吧？一无所知，真好啊！少年微微一笑，你是弗利萨吧？我对你了如指掌，我不仅知道你的所有资料，连你今天死在这里我也知道，你和你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弗利萨的一名癞蛤蟆手下站出来，用侦测器查看了一下少年的战斗力。哼，战斗力只有5，你是战五渣，分分钟秒杀你！癞蛤蟆用手持激光炮对着少年一顿扫射，没想到少年躲都不躲，光用手掌就把激光炮弹飞。接着，少年突然发力，将小兵们一并砍倒。真不愧是贝爷的儿子，真是人狠话不多。没错，他就是贝吉塔未来的儿子，名为特南克斯。接下来就轮到你们父子了，别着急。库尔德和弗利萨相视而笑。年轻人不要太气盛，牛逼吹得越大，往往死得越快。库尔德命令弗利萨立即咬死特南克斯，咬他，晚上给你加鸡腿。特南克斯脸上露出又帅又邪魅的笑容。你要知道，超级赛亚人可不止孙悟空一个。弗利萨一愣，特南克斯一声吼，战斗力急剧上升，接着就变身成超级赛亚人。这股气息让正向战场靠近的贝吉塔等人吓了一跳，这感觉和当时在纳美克星时孙悟空的感觉一模一样，是超级赛亚人。弗利萨一见到超级赛亚人，立刻怂了。超级赛亚人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了。孙悟空暴打自己的画面历历在目，那简直就是人间噩梦。弗利萨一发能量波打过去，然而对特南克斯没造成任何伤害。第2发能量波，特南克斯直接徒手给接了下来，大气儿都没喘一下，轻松的就好像在公园里散步。弗利萨见状，直接憋了一发大招，这一招如果击中地球，可以直接将地球炸成碎片。没想到这发大招竟然被特南克斯一只手轻松举了起来。弗利萨紧跟着一发能量波引爆了大招，特南克斯迅速躲开，跳到高处，双手快速结印。特南克斯打出一套激光炮，弗利萨跳到空中，特南克斯直接拔出大宝剑，手起剑落，将弗利萨一分为2。接着一掌能量波把弗利萨当场火化。这一套操作把贝吉塔等人看呆了，见过厉害的，没见过这么厉害的，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贝吉塔等人迅速赶往战斗现场，想凑近一些一探究竟。特南克斯与库尔德王降落在一个高高的石柱上，双方相对而立。库尔德王看到了特南克斯的能力，打算使用怀柔政策拉特南克斯入伙。特南克斯果断拒绝了库尔德王，你那把剑真是相当锋利啊，将千锤百炼的弗利萨轻松切开，能给我看一下吗？怎么，你害怕了？特南克斯看着库尔德，只觉得好笑。演，你继续演，今天我就让你死得瞑目。特南克斯面带微笑，拔出大宝剑交给库尔德。库尔德看了看剑锋，果然锋利无比。没有这把剑的话，你就输定了吧。库尔德举剑砍向特南克斯，特南克斯空手便将剑稳稳接住，接着变身超级赛亚人，一发能量波射透了库尔德，接着又摧毁了弗利萨的飞船。牛逼哄哄的父子2人组被特南克斯几招秒杀，装逼生涯到此终结。贝吉塔等人远远观望，简直不敢相信眼睛。他们拼死拼活都打不过的弗利萨，在这个末世少年的手中如同蝼蚁，不费吹灰之力就给解决掉了。可怕，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特南克斯解除超赛形态，看着围观的众人，他一点都不惊讶，好像对所有人都很熟悉。我现在要去接孙悟空先生，你们要一起来吗？孙悟空先生马上就在附近降落了，还有大约3个小时，你们跟我一起来吧。特南克斯说完就离开了。众人虽然对这个陌生少年的实力很惊愕，但感觉他不像是敌人，而且他又知道孙悟空的事情，
说不定是某个平行宇宙的伙伴。大家选择相信特南克斯，尾随其后跟了上去。本期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